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介紹一下，自我介紹一下，我是那個《第七日蟬鳴》的導演加菲涵，然後在裡面也飾演了那個新樂的角色。就是《第七日蟬鳴》上線了，我在裡面演的是一個女法醫江志，然後跟着一個雲遊者一起去解開一個一個故事的謎團的這麼一個角色。好，到我了哈。我在《第七日蟬鳴》裡面飾演的角色是周凡，然後還有陸明。然後一人飾演了2個角色。那個月月也是一人分飾2角啊，你還演了蒙恬呢。對啊。田園都有自己的小馬甲。哎，不過確實月月老師演那個就是又開始商業互誇了，是嗎？停，反正我覺得口音很到位。哇，你不要這樣講哦！我當着夏帆老師的面學夏帆，真的超緊張嘞。不過我覺得夏帆老師的口音也很可愛啊，這種口音。就是因為你們這個劇是你們2個第一次合作嘛，就是我想問一下你們的初印象和對彼此的現印象就分別是什麼？我說久仰侯老師大名，合作完之後全是學習，全是知識，而且怎麼說是非常非常認真的一個演員。就是我在現場幾乎上就沒見過侯老師拿起手機，真的就一直在讀劇本，很認真很認真。這個我作證，這個是真的。等會兒他誇我的時候你也得作證啊，導兒，你不能。好，當然好。OK。然後現在的印象是什麼呢？現在嘛，現在覺得不變，而且就是怎麼說，因為我們私下就是殺青之後就沒有再碰到過了，然後其實印象還停留在一個特別認真敬業完美的演員身上。那月月說一下現在對張弛老師的我對他的印象。初印象就是當時定妝的時候第一次見面嘛，然後之前也久仰啊老師。然後当時我一定妝，我說哇帥小伙怎麼長這麼好看的呀。然後因為也不熟也不講話嘛，大家在拍物料，我天哪，那一個男模。我的媽！哎呀，後來跟我走戲的時候一張嘴河南話，老鄉兒，我就說這個小伙子啞巴新郎。但是我就覺得後來相處，我就觉得，我以为因為以前看你都是那種就是乖巧小狗或者是變態小狗。然後發現就是一演起下來就很靈，然後就是怎麼那麼會演啊老師。哎呀，老師對手演員給的反饋太好了，導演指導的也好。不過我說實話，你們2個就是在演戲的時候，然後後面不是讓你們加了很多台詞以及 OS 那些什麼的嘛，就是補上去，我會覺得你們的人物好像更加鮮活一些。對。那你們就是因為也看了劇也演了，那你們覺得你們各自飾演的那個角色身上有什麼特質？我們可以猜一下你們自己角色的 MBTI 是什麼？那我先猜吧。我覺得周凡挺簡單的。周凡是 ENFP 吧，應該是那個快樂小狗。然後那個陸明的話，應該就是個綠老頭。綠老頭是 INFJ。哇塞，你還很了解，我感覺月月都有點面露一些有點懵，就說你們在說什麼？月月說 MBTI 啊，他是天秤座吧？他說 MBTI。我本来以為我也只了解我自己的 MBTI， 我怎麼知道別的都是什麼東西啊？我說誰能知道呢？結果上來那個張弛的就我覺得吧，我說你們怎麼知道？我感覺小江志的那个
MBTI 它前期应該是一個就是 ENTP， 但是到了後面的時候，我感覺就是她丈夫消失5年後就變成了 INTJ， 我感覺有一個轉變的。很厲害，但聽不懂。對啊。那你覺得你們現在角色身上有什麼就是你們自己很喜歡的特質，就是在希望這個角色能反饋到你們身上的？那月月先說吧，剛剛都是我先說的。其實我反倒是更愛的是整個這個故事，就是我覺得就反正看完了之後覺得很溫暖，然後我從讀劇本到演一直到就是這個戲上了吧，即使是人不在了，但是呢也要好好的生活，因為愛你的人還想繼續的讓你好好的过下去。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剧给我的这个吸引和感受会大于一个角色，就是小江志他本身带給我的那種就是震撼或者說那種喜愛吧。其實海邊那場戲我真的是跟我哭完了呀。你們倆今天有上那個劇上線之後有看嗎？刷嗎？當然。那你們看了，你們在看的時候，因為你們自己有參演嘛，肯定提前就知道劇情了。那你們在看的時候會不會就是有掉眼淚嗎？哪個節點？就是說實話，我是在第45集的時候。我們是道別的時候吧，就是我要消散的時候。那裡就是後來不是導演您給我發了一個很長的獨白嘛？其實我在配這個獨白的時候特別特別難過。後面在片子裡面看你那個獨白加上去的時候，我感覺你的聲音也比平常要稍微更加低沉一點，感覺帶有這種很濃重的那種悲傷的情緒。可能那2天感冒了哈。比較低沉。哎，我還記得圍讀的時候太搞笑了，說我們幾個男生全是這麼低音炮。對呀，沒有一個人的嗓音是敞亮的。其實一開始周凡這個角色，他的性格是一個純奶狗的那個，我感覺他的性格裡面如果加入一點小心機、小腹黑的點進去會比較有趣一點，就是他更鮮活一點。還有那個小的那種小表情，他完成的特別好。我當時在現場看的時候，就是陸明和周凡哈，在我的眼中有那麼大的差別，因為我感覺就是都是張赤嘛。但是後面我在那個劇裡面去剪的時候，因為我用了很多那種鏡頭，就是把兩張臉疊在一起的鏡頭嘛，就是他的那個眼神的處理其實確實是蠻不一樣的，就是確實感覺是兩個人。哎呀，那個什麼，那個就是說過了，你讓我這樣看那個誰笑一下，當時我就是那個像你說像賣了個萌。但是現在看起來不像了吧？不像了。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感覺啊？我覺得陸明更帥一些，我喜歡看他那個把頭髮梳成大人模樣。大家可以投一下票啊！我感覺周凡好看。我覺得陸明好看，就是你們喜歡周凡還是陸明呢？我都要翻一下那個通告單，我說今天有沒有那個陸明的戲份？這是真的，你看這兩人笑的，我說今天有沒有陸明啊？沒有陸明，哎呀，這一天我要看着那個小捲毛。而且你知道最後不是拍那個殺青的那天晚上的時候，就最後2場戲，他是一個順毛，然後戴了一個那個眼鏡，但是他的舉手投就是頭部又有一點點的那種歌感。哇，就是那個，就是當時就是飾演的蠻好的，這個蠻好。哦，謝謝。你還記得嗎？我記得一點。就是關於愛這個主題，劇裡面不是有很多單元的故事嘛？就是你們對哪個故事的感觸是最深刻的呢？我先說 ，OK，就是我媽媽的那一個吧。對，畢竟是還是跟我多多少少相關的。就是我陸明跟他媽媽也是其實也蠻戳心窩的。一個就是以為媽媽不想見到自己，然後一個以為就是兒子不想認自己這個後媽，就是兩個人就是也最後還也蠻遺憾的，都沒來得及說出口。是的。那月月呢？月月你對哪個故事感觸會比較深的？就是我的話其實也是就是像自己媽媽和外公的那個單元，感受的就是最深。我就是第45集哭的嘛。確實親情最刀啊，親情刀，殺我別用親情刀啊。對呀。然後其實啊，
那邊的線也挺小苦瓜的，我感觉陆明這一家子都挺慘的。是的，是的，就是只是在背景裡面好慘啊，我覺得好難受啊。然後我再到他們兩個結婚那麼開心呀。對，我手機裡還有，就是咱倆結婚的好多視頻。特別好看。趕緊發艾特我。最好的。我今天下午不是問你了嗎？還沒整理完呢。咱那個什麼，咱那個一開始在那個手術室的那場戲，我一看我穿着燕尾服，啪腦袋上啪完了，笑死我。我印象也很深刻，是因为那天那个拍的特別特別熱嘛，我就有點呼吸不暢，因為那場戲我又要舞得很嚴實，然後呢還要就是那種大的那種情緒，然後呼吸喘氣，但我們實際上那個地方是一個大夏天，一個完全密封的一個棚，然後就有點真的不行了，暈了，人暈了。然後我們的導演來，小江之，他穿上了我的衣服，然後說我們先拍那一面，然後我就出去透氣，就是我的背的鏡頭啊，手啊的鏡頭啊，其實都不是我，是我的導演。謝謝你。所以就對，確實因為那個衣服，然後穿個白大褂，然後再裹個防護服，然後又戴個口罩，然後頭又包起來，全身就是在那裡拍的，就是渾身都濕透了，就很差點中暑，真的。對啊，你看我穿了多少，我直接光膀子上。對啊，全程最鬆弛的就是周凡，就是躺在手術台上的周凡，他就可以躺着，而且還不用穿衣服，很涼快。其實也可以看出來他那個頭髮很黏膩。對，已經盡力了。當時老師就是把那個膠對着那個噴，對周凡的頭髮噴，怎麼就立不起來？算了，我就想算了。這個 OS 也特別好笑，怎麼死成這個鬼樣子？對，給他加了一句。解釋一下，這實在醜了。對。他們說我為什麼沒腹肌了？老鐵，我剛復活，我一出來，我8塊腹肌在那顯着，2個大胸肌，完美身材。5年沒少偷摸練啊！多不合適啊！哈，我就給自洽一下。而且剛好就是。哎，我沒想到他還有一點說，就憑你還保護我，騰給了我的一排肋骨。對，給了。我說這，他們都說沒看夠，但是我覺得真的是很緊湊，剛剛好，就是每一部分的起承轉折就剛剛好，不多不少。對，就是如果多的話，可能就是耐心就不夠了。對，它短了的話，有可能就講不明白了。我看好多人說那個難道是 BE 嗎？不會是 BE 吧？我覺得不是哎，這是一個很溫暖的故事。就是他咋可能？就是說為什麼他沒復活沒在一起？好多人在講這個事情。可是我覺得這個故事最大的意義就是讓這個小江志走出來，走到未來去。而且這個劇一開局他就天崩，這個老公就已經死5年了。就往前走，向前看，所以我覺得就是看明白，真正的走下去，向未來走，就是一個很溫暖、很好的結局。我記得一開始導演給我講，就是那個番外的時候，好像說的是，其實小江志也是去世了，然後我們其實是那個地方是在天堂相見。對，好像後來是因為你的心理，然後是心理疾病，就是看心理醫生催眠的。可是我會覺得，就是可能也許這個故事結局了，但是小江志的新人生才剛剛開始，這是他的開始。哎，還有拍那個最後大結局的時候，反正就坐得很高的地方。對。導演說：“你別告訴他。”我當時其實我說我都不知道要拍啥，我告訴他劇本上沒寫。對，有一個隱藏的那個劇本，就是沒有印在那個劇本裡面的，所以就是男主老師和女主老師他們兩個都不知道那個大結局最後的那個含義。然後完了之後，我就私下就跟那個就是跟赤就是當時講戲講了一下，然後講了半天，最後沒有給進去，沒剪進去。海邊那個時候可有意思了。哎，你要聽那個？海邊怎麼了？你說嘛。什麼事兒？我知道那個。哎呦，確實，你們倆後來還在那個跑土的時候還在打趣我呢。
对啊，我剛拿着劇本往那一站，然後一抬眼，導演在，那個你倆親一個，我說啊，我說。然後當時你知道，當時那個赤和月月他站在那兩個人面對面站着，在那站定位，就是想讓他們親一下，我好調機位嘛。我直接一上來我說你倆親一個，親，對，親。然後我們就是因為拍之前走戲，就肯定不会真的親上嘛，就是大概就擺了一個位置，假不假事離了那個2里地那麼遠。然後導演就說來親，來3、2、1親。而且導演巨認真，就好比是劇本吧，導演都是你倆先親一個，我看看，這點兒，親啊，咋不親啊？這不直接嗎？沒導過，沒有經驗。我這然後後來他倆就是去拍那個挖時光膠囊那场戲，他倆在那兒就是笑。我說他倆到底在開心什麼呢？然後我說過去看一眼，結果就聽到他們說3、2、1親，3、2、1親，在那打住。像那個發令槍一樣，準備預備跑。哎，但是大家裡邊有一個小彩蛋，就是我有一集演周凡，然後我忘帶美瞳了，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一集？不是，可能有些人沒注意到。我記得當時是拍了之後，然後完了之後是過來說就是完了，導演我那個戲我沒帶美瞳。然後我說啊，我拍完之後，然後我说我坐在大屏面前我都沒看出來，我說那也沒辦法，那總不能重拍了，算了，現在帶上吧。就是因為最近逆轉時間的公式那個音頻還蠻火的嘛，就如果說真的有這種逆轉時間的公式，你們最想自己的角色回到哪個時間節點呢？回到那個時間節點又最想做什麼呢？這毫無疑問了，角色的話對呀，肯定是想回到他們去挖膠囊的时候。對。再挖一挖呢？再挖一會兒呢？把那輛公交車湊過去。對啊。是的。小江志，我真的好喜歡叫你小江志啊！喜歡。小江志這個還是我取的呢，開心。我知道。但是他這個小江志和小張志，真的很像。每次出场的時候一叫就會2個人同時答應。對，江志到。你們有沒有在那個看到那個好像有粉絲剪了那個張赤在那個那個周凡那個角色叫的所有的姐姐的那個合集？沒有。那現在能不能直播間複刻一下？就是張赤老師叫一下張月月姐姐，複刻一下用周凡的那個那個口吻。我嘴巴長泡了。來。他得那個什麼，就是把注意力放在腦仁上。姐姐，好像派大星啊，好像派大星啊！你看他那個瞪眼，不過腦子的姐姐，那個我想吃西紅柿雞蛋麵。有設計的，原來每一聲姐姐背後都是有設計的。你不對味胡辣湯喝喝。哎呀，西紅柿雞蛋麵早就想對一味了，結果瞧見我到那個橫店，第一件事就是先對味胡辣湯。真的。你看我這個嘴泡泡怎麼長這麼大，可難受了。我拍的時候我也上火了，哎呀，全國人民都看着呢。哎呀，天哪！最近那么大一痘，而且我淋巴這兒也一圈，我的一太疼，然後眼睛也感覺燙燙的。壓力這麼大呢，老師？啊，小大，可不咋。哎呀，我真的可想吃面了！我给你看，我真的太想吃面了。我今天開始回來的時候，我就在搜橫店哪家面最好吃。然後但是我已經吃到一家很好吃的，但是我需要控制了。最近需要上鏡的需求太多了。你是不是瘦了呀？你們倆好像都比之前見的時候要瘦很多了。我前段時間最瘦，我現在又長胖了，真的。我現在又跟那個第7日蝉鳴的時候差不多體重。
我觉得大會的時候挺瘦的，也瘦了很多。对，大會的時候是我最瘦的時候，就是瘦成乾兒了已經。你還記得嗎？月月每個人的那個定妝的，就是1秒，就那個黑白概念片的時候嘛，就是不是大家放的歌比較的悲傷嘛？然後我說輪到那個周凡拍的時候，我說你要聽什麼歌？他放了一首《大家一起喜羊羊》，然後在那裡拍了，好像是《大家一起喜羊羊》嗎？是嗎？是。对呀，我只是一只羊。然后完了之后拍那个黑白概念那种落淚的那個悲傷的那個片子，我當時看着我說這人真的也挺有意思的，他不覺得割裂嗎？天吶老天，一如既往的抽象啊！對啊，還是兒歌上道啊！你們知道嗎？走戲的時候，這位老師，這位不知道在哪個角落啊，張志老師，我們全程都是河南話走戲的他。你家鄉是哪裡的？我家鄉是東北的，所以這個拍戲的時候，我語言系統特別的錯亂，就是我總要想一下我這句話該怎麼說，一會兒就河南話，一會兒就是普通話，一會兒東北話，再來點台灣腔，哇塞了！哦，對呀，是的，又是啊，我想起小帆的那個台灣腔了啊。那月月，我們用東北話還原一段嗎？我想還原哪一段？就是那個你天天跟個狗皮膏藥一樣粘在我身上，想鬆開都沒機會那一句話。我想一下，我得翻譯一下。你天天跟我倆擱這兒，咋說呢？哎呀，那我就普通翻譯吧，我好像翻譯不出什麼詞兒了。你天天跟個狗皮膏藥似的粘我身上，咱倆還有必要用別的方式聯繫嗎？這個味兒一出，那確實是啊，很東北，黏黏糊糊的，你跟我擱這兒，讓我們張弛用河南話還原一下。哎呀，這不叫還原，那叫張口就來。哎，我還原哪一段啊？我給你定一段吧，啊，那一段。我們打個賭吧，如果我賭贏了，我不妨礙你去找其他的委託者，但是如果我贏了，你要讓我追你。好。咱打個賭唄，要是我贏的話，你叫我追你；要是我輸的話，我不撈着你去找其他的那個委託者。賭一碗胡辣湯嘞！我這姐姐，那會對人家負責不會啊？你別說，還有點上頭，這個河南話。我所以在現場的時候就是那種反復橫跳。就第一天不說話的時候，哎呀，好帥一小伙兒，一說話，哎，好像我大學同學。哎，他這個，剛剛是不是提到的，就是你給小江日有寫的一封信嘛？是的。我想你可以念給大家聽嗎？真的假的？我也有，你也有嗎？小江志要長命100歲。哦，我先念了，這是我念吧。等一下，我先自己再看一遍。好，你先看一遍，你通順一下啊，再感受一下。你準備好了嗎？赤。好，我先給大家展示一下這封信。馬上。這 BGM 起來太快了，太突然了。我暫停了，我等你。你看，它上面其實就特別用心，是小江志要長命100歲。他們說幸福轉瞬即逝，我說第7日蟬鳴的幸福從來不打烊。來，我開始了啊。好。提筆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腦海裡全是你的模樣。你笑起來時歪歪的眼角，你鬧彆扭時撅起的嘴角，你認真做事專注的眼神，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裡，揮之不去。我們一起拍畢業照，你抱着花跑向我，禮炮花瓣落在你髮間，我們在海邊買時光膠囊。你說你要愛我千千萬萬遍，我卻只想告訴你，一次就夠了。因為我的愛從來不會變。我們試穿婚紗時，
我對着你媽媽的視頻通話喊：“阿姨，您看您的小公主多漂亮啊！”你红着眼眶擁抱我的模樣，我一輩子都忘不了。認識你之前呢，我從來沒有想過愛情會是如此的美好。是你讓我學會了溫暖、溫柔，學會了牽掛，學會了為一個人傾盡所有。你就像一束明媚的陽光，照亮了原本我平淡的生活。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裡，都充滿了驚喜與溫暖。我喜歡聽你嘰嘰喳喳的分享日常，也喜歡你為了一點小事兒就開心的不得了的樣子，喜歡把你寵成小公主，讓你永遠都無憂無慮。人這一輩子啊，其實也就這幾十年，能遇到一個跟自己同頻的人，簡直就是老天爺賞的禮物。我始終覺得自己是特別特別幸運的，能遇到你。我們不用多說，也不用多想，就知道对方在想什麼。我懂你的小脾气，你的包容，還有你也包容了我的不完美。不管命運重来多少次，不管以後会遇到什麼樣的事情，我還是会第一眼就找到你，還是会毫不猶豫地選擇你。當我化作雲遊者陪在你身邊，看着你把自己困在空蕩的房子裡，看着你对我的照片流眼淚，看着你在解剖室裡假裝堅強的樣子，我多想抱抱你，我想告訴你，我從未離開你，我多想讓你知道，讓你相信，不管如何，有人會一直守護你。我也知道，你總在周凡身上去尋找我的影子，但其實我一直都在蟬鳴裡，在微風裡，在每一次你思念我的瞬間裡。第7日的期限快要到了，我要暫時和你告別嘍，請你不要難過，要記得按時吃飯，記得少熬夜，記得我跟你說過，要长命百歲。如果有來生的話，我還是要陪你看遍所有的夏天。小強志，你是我此生唯一的偏爱，我願意在有限的生命裡無限的愛你，永遠愛你的陸明，and周凡。啊，你看我们的导演都偷偷的，是不是？我也感很感性，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就不能掉眼淚啊！我已經把眼淚全部都流到角色裡面了，真的。因為我們好像海邊那場戲還改了一點點詞嘛，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好好生活，好好吃飯。那一段我真的就是覺得，這是一個人生課題啊！就是不管是做什麼，愛你的人一定是希望你好好的。是的，就是學會告別吧，學會沒有預警的告別，跟愛的人告別。即使生命消散，愛也不會消失。對，哇，好多啊！我就不給你整東北話了，你們就也別眼淚巴叉的了啊。我到時候錄個錄音版的，然後發到那個社交平台，咱單獨就是。哎，可以啊，這又畫餅，你瞅着，你真發假發？你發哪個平台啊？你發這個平台嗎？還沒想好。還沒想好。他們說蟬鳴終了人會散，我說張震陸明的愛意永遠熱烈不停歇。我來了。阿明。寫下這封信時，窗外的蟬鳴正烈，像極了5年前我們在椰子島埋時光膠囊的那個盛夏。
床頭那台摔過無數次的婚紗照擺台，玻璃裂紋裡還卡着你當時笑彎的眼角，我總捨不得換，仿佛這樣，你就還沒走遠。你走後，我總在深夜對着那部黑色的手機發呆，無數次按下撥號鍵，又在接通前慌忙掛斷。我曾恨過你的不告而別，恨你讓我在漫長的等待裡耗盡勇氣。可每當想起你求婚時說的“小江志，我會愛你到最後一刻”，心就軟得一塌糊塗。記得你總愛用拇指扣住我的手，說這樣我們就能鎖住一輩子。記得你大口大口吃我煮的番茄雞蛋麵，讓我以後只做給你一個人吃。記得我們在草坪上交換時光膠囊，你說我的願望，愛你千千萬萬遍，太貪心了。可你不知道，那是我最真心的期盼。直到周凡出現，我才發現有些習慣早已刻入骨髓。他說，小江志別怕，我做你眼睛的手。我恍惚以為你回来了。他无意间做出和你一樣的動作時，我多少次紅了眼眶。可他不是你，他不懂我們在畢業禮上躲在禮炮花瓣裡親吻，不懂我們在試婚紗時你眼裡的淚光。阿寧，我知道你從未真正離開。那年我困在回憶裡不肯走，是怕忘了你的模樣，忘了我們的約定。如今我終於明白，你留下的不是遺憾，而是讓我好好生活的勇氣。我會帶着我們的時光膠囊，帶着你給的愛，認真走過每個夏天。永遠愛你的小江志。OK， 热烈過，热烈过。不遺憾。今年年初就有小江志和陆明的爱情打開他們的新年。